這是自然界最恐怖的生物炸彈，也是地球上味道最足的生化武器。这头已經死去數周的河馬屍體靜靜地漂浮在渾濁的河面上，在持續的高溫和體內微生物的發酵下，這具河馬的屍體內部已經產生了大量的腐敗氣體。此時的它膨脹得像是一個充氣艇，隨時都有發生爆炸的風險。腐爛屍體散發的味道很快就引來了一群獵狗前來。雖然河馬屍體散發的味道刺鼻，但這對於獵狗來說卻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殊不知，這場饕餮盛宴即將因為一根引線而發生一場劇烈的核爆。幾天前，這具高度膨脹的河馬屍體正順着河道從上游一路向下飄去。就在經過一處獅群腹地時，這具漂浮了數日的河馬屍體竟意外地停了下來。起初，獅群面對這具不明漂浮物時還一臉的懵逼，不知道平時囂張跋扈的河馬又在搞什麼騷操作。但等到屍體慢慢飄近後，才發現這竟然是大自然送來的河馬生鮮。如此驚喜的發现，對幾天沒有進食的獅群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。然而面對如此龐大表面又很光滑的河馬屍體，獅群卻無從下口。獅群中的一頭亞成年雄獅率先跳了上去，可由於屍體內充滿了腐敗氣體，導致浮力變大，還沒等雄獅站穩，就一個360度旋轉摔了下去。就在獅群束手無策的時候，一頭鱷魚聞到氣味，從河底游了上來，爬上了河馬的屍體，試圖利用死亡翻滾從河馬身上取餓了么外賣。然而在幾番撥弄之後，鱷魚也同樣無計可施，只好悻悻離去。幾天後，河馬的屍體隨着河水從上游飄到了下游，停了下来。此刻的它已經膨脹到了極限，像一顆定時生物炸彈，隨時都有發生爆炸的風險。就在此時，一群獵狗聞到了腐肉的味道，集體循着气味追了過來。作為非洲草原上的肛肠科主任，他們既是草原上的頂級掠食者，也會靠着撿食動物的腐肉存活，號稱草原上的清道夫。面對如此豐盛的盛宴，獵狗家族一家老少化身為拆彈專家，不斷啃食着河馬的屍體，完全沒意識到這具屍體的表面緊繃得像是充滿氣的皮球，體內存儲了大量的甲烷、硫化氢等易燃易爆氣體，已然到達了爆炸的臨界點。此時的獵狗還渾然不知，繼續大快朵頤地享受美食。作為族群中有名的老吃家，其中一條獵狗成員則盯上了屍體最柔軟的部位，可沒成想卻直接拉開了引線。